印度总理莫迪搁那可劲儿吆喝自力更生才没2天，结果印度自家那点制造业反倒跌穿了1967年以来的裤裆。好家伙，口号震天响，现实啪啪打脸。12.5% 的 GDP 占比呀，比老太太的牙口还稀松。更魔性的是，就这光景，特朗普还抡起了50%的关税大棒，咣叽一下就砸懵了，占出口20%的命根子。外资一看这架势，跑得比看见猫的耗子还快。635亿美元的热钱哗啦啦缩水成3.53亿，96.5%说没就没。您说这自力更生的戏码是不是演砸了？这才刚过去4个月，就搁今年5月7号那场跟巴基斯坦的空战里，印度那家伙让人家揍得满地找牙，直接干了个0-6，自家6架宝贝战机让人当烟花给点了。当时莫迪心里就恍惚了一下子，最怕的事儿他还真就来了。他使劲吆喝了多少年的印度要崛起这出大戏啊，眼瞅着让这一仗给干趴窝了，咔嚓一下子前路让人给堵死了。前2年印度可嘚瑟坏了，西方那帮媒体可劲捧他，说他是下一个世界工厂，是中国之后最牛掰的新兴市场。2024年那会儿，外国的热钱呼呼往里灌，哗啦啦整进去635亿美元，创了历史。印度那时候简直就是国际资本眼里的香饽饽。可这好日子没过几天，风水轮流转呐，眼瞅着进了2025年，印度头上那圈金光呲啦一下就掉漆了，股票市场最先拉响警报。你看看人家别的市场，恒生指数、上证指数，连日经225的指数都蹭涨了 15% 甚至 25% 了。可你再看孟买30指数呢，蔫头耷脑一个劲儿往下出溜，妥妥成了全球最熊的熊孩子之一，垫底都嫌他慢。更邪乎的是，卢比这钱咣当一下对美元干到了历史最低点。外国佬一看这架势，立马变脸，钱袋子捂得比啥都紧。美国银行做了个调查，差不多有 30% 的基金经理已经动手开始卖印度股票了。在亚洲这块，印度成了最不受待见的主，外商直接投资那跌的才叫一个惨。2025财年的数据一出，大家伙都傻眼了，从前1年将近100亿美元的规模，缩水缩的就剩 3.53 亿美元了，缩了 96.5% 啊！这钱啊都用脚丫子投票了，跑得比兔子还快，明明白白告诉全世界，啥印度奇迹，这出戏暂时是唱完了。那印度这荣光咋说没就没了呢？这牛皮又是咋吹破的？根子上啊是让老美一记闷棍给削趴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出来说话了，他说印度你胆儿肥了，敢买俄罗斯石油，罚你没商量，咔嚓就加了 25% 的惩罚性关税。这还没完，加上原来就有的 25%， 总共给你整到 50%。 好家伙，这一棍子结结实实抡在印度出口的腰眼子上了。为啥说打这么狠？因为印度卖给美国的东西占了印度的总出口快20%了，它的看家本领像纺织、制鞋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超过50%。这 50% 的关税一加上它那点可怜巴巴的价格优势，噗一下就灰飞烟灭了。东西贵成那样，谁买啊？更要命的是啥？人家美国压根就不缺你印度这一个供货的，旁边越南、孟加拉国、泰国那都是嗷嗷待哺，随时能顶上来。当初美国人捧你印度，那是想让你当枪使，在亚洲这块给中国添堵。结果呢，今年5月那场跟巴基斯坦的印巴空战，印度空军让人家剃了个光头，0-6惨败。南亚霸主这顶高帽子咣当就掉地上摔8瓣了，自个儿家门口都让人打成这样，还吹啥制衡中国？华盛顿那帮人一看，立马翻脸不认人，连装都懒得装了，意思明摆着，你不行啊，太拉胯了，
莫迪政府这些年可没少吆喝自力更生，拍着胸脯说要打造世界制造中心，口号喊得震天响。结果呢，2025财年的报告一出来，大伙都乐了。制造业在 GDP 里占的比例不仅没涨，反而跌到 12.5% 了，这可是打1967年以来最惨淡的水平。这哪是发展啊，这简直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以前印度人靠啥吃饭？主要是给外国人写代码，接客服电话，搞数据分析啥的 IT 外包。可现在呢，人工智能 AI 这玩意儿越来越贼精，写代码，当客服，分析数据，这些活机器干得又快又好，还便宜，人快没活干了。这麻烦就大了，一边是学了满身本事的高材生找不着工作，一边是扫大街端盘子的，这种活又不够多，两头堵。更深的病根在哪儿？在于他这发展路子它不长久啊。莫迪政府手里头没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根本变不出那么多工作岗位给嗷嗷待哺的老百姓。最讽刺的是啥？就在印度经济颓势尽显的时候，总理莫迪还跑到古吉拉特邦演讲去了。他说咱印度啊，真正的敌人不是哪个国家，是太依赖外国了。他搁那使劲吆喝自力更生，说要自己造船搞芯片，省下给外国人送钱的冤枉路。可你听听这话，再瞅瞅现实，乐子大了。印度每年得花好几百亿美元的冤枉钱去买外国的武器、能源、电子产品，自家压根儿就造不出来什么像样的东西。这叫什么？典型的嘴上一套背地里一套的双面外交，暴露出印度那点小心思，又想占全球化的便宜捞好处，又不想打开门真刀真枪跟人竞争，一边想着当大国要面子，一边又没那金刚钻，产业根基虚的跟豆腐渣似的。印度这跟头栽的动静不小，给所有想往上窜的新兴国家提了个大醒。啥叫虚胖？这就是没自己的核心技术，没厚实的产业家底，兜里还没俩扛揍的钱，光靠喊口号吹泡泡，这路子啊，早晚得让时代的大浪给拍死在沙滩上。你再看看咱中国，路子就不一样，咱是主动调整，不能光指着美国吃饭，玩命搞自己的高科技，国家掏钱稳住老百姓的饭碗和日子，靠着家里啥都能造的完整产业链来顶住风浪，这才叫有远见有定力。天没阴就把伞备好了。当印度人还在为哎呀我快成世界老三啦这点虚名乐的找不着北的时候，中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了全世界，真正的大国崛起早就不玩那套只看 GDP 排名的虚招子了。关键得看啥？就看在大风大浪劈头盖脸砸过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像定海神针似的稳如泰山。印度这场梦醒得有点疼，但也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底盘不稳，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印度这档子事儿表面上是被一场空战失利和美国关税给打懵了，但根儿上是他那内功练得稀松。莫迪的自力更生口号喊得三响，结果制造业占比创下1967年以来新低，这脸打得啪啪响。为啥？他没解决根本问题，没真金白银投入搞基建、搞教育、搞研发，光想靠外资和廉价劳动力走捷径， IT 外包的老本行又被 AI 啃得七七八八，高端制造业又接不上趟，导致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失业大军。美国一翻脸，他那依赖美的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立马歇菜，外资用脚投票跑得精光。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没有应对冲击的财政和政策韧性，光靠地缘政治投机和资本市场泡沫堆起来的崛起就是沙上城堡，一冲就垮。中国为啥能稳？就是这些年卯足了劲儿，夯实的工业基础，科技投入和超大市场在托底。印度这跤摔得惨，
教训就俩字儿，实在。玩虚的不好使。曾几何时，美国的军工实力被吹得神乎其神，什么全球最强空军，技术领先至少20年。然而现实却狠狠地甩了美国一个巴掌，中国的6代机已经上天，美国还在 PPT 上画饼。那为什么中国率先搞出了6代机，而美国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呢？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美军为何掉队，中国如何逆袭。美军被自己绑住了，走不动了。要理解这个问题，咱们就得先看看美国的老问题，它太依赖上一代了。比如 F-2 这架号称空战之神的5代机，1997年首飞，结果美国自己把生产线给砍了，现在连零件都缺，拆东补西的勉强撑着。F-35 美国的万金油战斗机虽然造了一堆，但隐身性一般，空战一般，维护成本还巨高，已经被喷得体无完肤。本来 F-2 和 F-35 的组合是美国空军赖以称霸的武器，但问题来了，这些飞机还能打多久呢？ F-2 已经停产，维护成本高，机体老化，已经开始落后于时代。F-35 虽然还能用，但美军自己都承认，这玩意儿不是空优战斗机，一旦遇上歼20，胜算很小。所以美国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 F-2 没了， F-35 不够强，新战机又搞不出来，空中优势逐渐消失。反观中国呢，歼20的产量加速，6代机直接上天，走得又快又稳。中国敢推翻旧概念，美国不敢。美国的军工产业是有钱，但问题是太守旧，不敢推翻老的模式。它战斗机的研发路径向来以继承为主，虽然创新技术也在不断加入，但大多数仍然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搞强化。比如 F-2 和 F-35 是美国率先开创的5代机，在当时确立了5代机的标准。而如今呢，美国依然在沿用这一代战斗机的技术框架去设想6代机，就算搞出来了，可能性能强悍，但更多也是对上一代技术的延续和升级。也就是说，美国6代机的思路仍然想着隐身加超音速加空优格斗，还是那个老套思路，只是把技术做得更强一点。所以他们搞6代机思维还是沿着5代机的老路子走。而中国呢，明确瞄准未来战争的高科技战争形态，直接跳脱传统战斗机的框架，开创新模式。中国6代机从一开始在设计理念上就是一种全新的战略布局，从根本上摆脱了过去的局限，注重的是未来作战，强调灵活性和多维度应用。中国6代机不玩老套路，直接上智能化、无人协同、超远程打击、超高音速巡航，彻底改变了空战规则。这就像过去诺基亚还在绞尽脑汁的升级键盘手机，而苹果却已经开始搞智能机，所以思维不变，终究要被超越。生产能力，美国吹牛，中国实干。说到造战斗机，咱们得看一个关键的指标，中国的工业能力全球第一，想造多少就能造多少。歼20已经量产，年产可达40到50架，甚至更多。6代机直接上天，意味着生产线已经开始布局，未来随时能量产，甚至很可能已经量产，甚至很可能7代机也已经开始琢磨了。而美国呢 ，F-2 停产，想重启，抱歉，生产线没了，技术人员都转行了，重启难度极大。F-35 虽然还在造，但因为成本太高，美国的盟友都在犹豫要不要继续买。6代机呢，原型机都没影，别说量产，连实验机都还没飞呢。这就像2个工厂比拼，一个车间满负荷运转，产品已经铺货市场，另一个还在开设计会讨论产品的方向，你说谁能赢？钱，中国敢砸钱，美国不敢。6代机是烧钱的活，谁敢砸钱谁就能领先。中国敢投敢造，国家的军工体系完整，研发资金源源不断。而美国呢，财政赤字炸裂，国会天天吵架，军费还得分给航母、核潜艇、导弹防御系统。F-35 造得起，养不起，美军抱怨太贵了，结果影响了6代机的预算。美国空军要6代机，海军也要，结果预算根本不够，两边扯皮，至今都没有定案。中国的军费稳步增长，科研经费直接拨款，保证项目不断推进。简单点说，中国砸钱加敢做，美国预算有限加扯皮严重，最终谁先飞上了天，一目了然。需求不同，中国必须做，美国可以拖。别忘了6代机的研发背后是作战的需求，中国的对手是谁呢？美国加西太平洋的盟友，所以我们必须拥有绝对空战优势，确保国土安全。中国的6代机必须快速上马，确保在2030年后仍有领先的空战能力，所以中国必须加速。
美国的对手是谁呢？他们在世界各地打仗 ，F-35就足够用了。六代机并非迫切的需求，进度自然拖延。换句话说，中国不能等，美国可以拖，但结果就是我们的六代机先上了天，美国还在画 PPT。最后的结论，美国掉队，中国领跑。美国的六代机预算卡死，进度拖沓，思维固化，短期内搞不出来。中国的六代机思路领先，资金充足，工业能力爆炸，已经上天。美国空军只能依靠 F-2和 F-35苦苦支撑，而中国的六代机已经成为了现实。如果说过去的20年美国在五代机的领域占尽优势，那么未来的20年中国的六代机时代已经开启。最后，如果美国想要追赶，那就先搞个大型的风洞吧。